李嘉诚抛售巴拿马港口公司，狂赚228亿美金，24小时摧毁一国防御，美军如何做到的？猎鹰传奇 F-117A 逆中攻击机。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军事揭秘，我是你们的博主金哥军事。今天有一个突发事件，我们来看一看吧。李嘉诚抛售港口，狂赚228亿美元。2025年3月4日，香港亿万富翁李嘉诚旗下长江和记宣布与贝莱德财团达成协议，拟出售持有的和记港口集团非中国资产，包括巴拿马港口公司90%的股权。此次交易总价值达228亿美元，预计为长和实业带来逾190亿美元的现金收益。从1997年起，长和实业管理住巴拿马运河两侧的港口，大西洋侧的克里斯托尔港口和太平洋侧的巴尔博亚港口。若李嘉诚不果断出手，未来局势或将令其陷入更大困境吗？巴拿马运河黄金水道的传奇。巴拿马运河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自问世以来便充满传奇色彩。19世纪末，法国工程师费迪南德·雷塞布斯曾试图开凿，但因技术、资金和疾病问题告终。1903年，美国支持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并迅速签订条约，接手运河工程。1914年8月15日，运汉通航，彻底改变全球航运格局。1977年，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与巴拿马领导人签署巴拿马运汉条约，承诺2000年前逐步移交运河主权。巴拿马运河是全球4大海运咽喉之一，占全球约5%的海上贸易。美国作为最大客户，其货运量超过运河总运量的70%。24小时摧毁一国防御，美军如何做到的？1983年，诺列加政变成功后，掌控巴拿马军政大权。1989年，总统大选后，诺列加宣布选举无效，并在12月15日宣布与美国进入战争状态。1989年12月20日凌晨1时，美国以代号“正义事业行动”点燃战火。随后，美军动用27684名士兵、300余架战机，分5路突袭巴拿马27个关键目标。一款改变战争规则的神秘武器。行动初期，美军首次派出 F-117A 隐形轰炸机投入实战。这架飞机以其独特的隐身设计，在夜幕中无声无息地穿越敌区，对巴军的重要设施实施精确打击。巴军兵营被2000磅激光制导炸弹击中。紧接着，美军迅速实施夜间闪降，利用低空机动包围敌军。最终使巴军仅8小时内失守多个战略据点。数据显示，美军伤亡仅23人，而巴军阵亡达314人。随后，巴拿马局势迅速倾向亲美政府，诺列加最终被捕并判刑。猎鹰传奇 F-117A 逆中攻击机。1970年代中期，美国中央情报局找来洛克希德与诺斯洛普研发隐形战机，目的是飞机可以穿透高威胁空域，并使用激光制导武器对关键目标进行打击。最终由洛克希德的设计案得标。新隐形战机于1977年首度试飞，1982年服役，命名为 F-17猎鹰 Nighthawk。F-117 采用单座、双发动机，大型后掠单翼，无水平尾翼，垂直尾翼采用 V 字形全动式设计。猎鹰的神奇之处，它是美国空军的一种逆中攻击机，也是世界上第一款完全以逆中技术设计的飞机。飞机的逆中或隐身特性指的是雷达无法探测，即使发现也无法锁定并攻击飞机。为了降低雷达波反射，F-117A 采用了几个关键的隐身技术：一、独特的机身设计。F-117A 有着极为科幻的人形机身和复杂的几何外形结构，它采用高后掠角机翼设计，后掠角度约为67度。这种设计有助于减少雷达波的正面反射面积，从而降低被探测的可能性。机翼的展现比约为 1.9， 属于低展现比设计。尽管牺牲了30%的引擎效率，但有助于减少侧面和斜角方向的雷达反射信号。机翼与机身整体采用多面体菱形结构，由多个平面组成。这种设计通过将雷达波引导至其他方向，避免直接反射回雷达源，从而有效降低雷达截面 RCS。2、吸波材料的应用。F-117A 的机身表面覆盖有一层薄薄的特殊雷达吸收材料 OAM， 这种涂料含有铁球等成分，能够有效吸收雷达波，进一步降低雷达反射截面 RCS。3、座舱和进气道的隐身处理。F-117A 的座舱盖由5块平坦的透明有机玻璃组成，并经过特殊镀膜处理，防止雷达波进入座舱内部，减少雷达反射信号。座舱盖与机身的接缝处设计为锯齿状，以减少雷达波的反射。发动机进气道设计为菱形，并覆盖有特制的格栅，还在进气道内部涂有雷达吸收材料，阻挡雷达波进入并反射，降低雷达信号。4、尾喷口的设计。F-117A 采用扁平的狭缝型尾喷口设计，减少了喷口的横截面积，并将排气口置于机身上方，并采用 V 型双垂尾设计以遮蔽排气口，减少从地面和侧面探测到红外信号的可能性。
F-117A 采用以上技术达到匿踪的目的，这样空中预警机与地对空飞弹的雷达只能在极为靠近的距离才能侦测到它，即便被侦测到，也无法进行锁定攻击。F-117A 在1991年波斯湾战争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战斗出动1271架次。6905个飞行小时之中 ，F-117A 成功摧毁了1600个高价值目标。在止战战争期间，多国部队空中力量总出动架次的2%，但却在全部打击的战略目标中占比高达40%。可见，这种隐身战斗机在对地突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问题来了 ，F-117A 战机是攻击机，还缺乏空对空飞弹，明明不能空战，为何以 F 字母开头，又叫战斗机呢？再让我们回到巴拿马运河。经过数十年的博弈与谈判，1999年12月31日，巴拿马政府终于接管运河。这不仅标志住历史性转折，也象征着一个国家对自身命运的掌控。这次，李嘉诚此次大手笔出售港口资产，引发人们遐想：如果他坚持持有，这些巨头是否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历史是否会重演呢？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别忘了订阅、点赞，并分享你对该事件和历史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